Hello， 大家好，我是酷索。今天早上呢，我又坐在了我们古丁君旅馆的叫做城下之宿的旅馆里面。这个城下之宿的城下呢，就是二条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旅馆位于二条城的旁边。我们古丁君旅馆的京都的新屋系列呢，其实它在二条城附近一共有3栋，除了这个城下之宿，还有神泉之院，还有一个迷宫之宿。那住在这3个旅馆的朋友呢，常常会要求给他们推荐周边有什么可以吃可以玩的。那我一般都会推荐二条城，因为毕竟是世界遗产嘛。但是其实除了二条城之外，有一个地方是我一直很想介绍给大家的，就是京都大名鼎鼎的北野天满宫。但是因为它其实在有一点点就是偏北边的位置，如果你住在京都的市中心或者京都站过去，会有一点点不方便。但是呢，从我们二条城附近的这几个旅馆去，它就非常的方便。为什么呢？因为门口就有公交车，然后直接就能到，几乎不用走路。那北野天满宫它供奉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日本大名鼎鼎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学问之神代表什么呢？代表可能大家都会来这里祈求，就是日本的逢考必过，那一定会来北野天满宫。那关于这个北野天满宫呢，其实啊，我周边的京都人他们都不会直接叫北野天满宫，他们都叫它什么呢？天津上。那这个上呢，一般可能懂日语的朋友会知道，会是在比较称呼人的时候的一个尊称。那他这么称呼北野天满宫呢，就是有一点点拟人化，同时呢，表达呢对他的尊敬，也表达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亲切感。那这个天津上，也就是天神上，他和京都人的生活到底有多密切呢？有一个小故事是我特别喜欢的。比如说大家现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想应该已经是1月份了。那1月份呢，也就是日本的这个正月期间嘛。那日本的这个正月期间，如果2个京都老人在街上碰到了，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啊，早上好呀，我现在要去一趟天神上。那另外一个人他不会问原因，他可能直接就会说啊，你的孙子要考试了吧？那祝他考试顺利。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供奉着学问之神，是为了祈求逢考必过，对吧？那如果这2个人碰到这一天刚刚是25号，不管是1月25号、2月25号还是3月25号，一旦是25号的这一天碰到了，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啊，我先要去一趟天神上，那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会说啊，那祝你能淘到好的东西。你看，意思就完全变了。那25号这一天在北野天满宫是一个什么重要的日子呢？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天神市。在京都呢，有2大传统的古董市，一个是在东寺举行的弘法市，它是在每个月21号举行的；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说的每个月25号会在北野天满宫举行的天神市。那我们决定从城下之宿出发，然后我们坐一个公交车，慢悠的去看一下京都人的这个古董市场的生活，他们会淘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出发去看看吧。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北野天满宫的门口，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热闹。虽然今天天气非常不好，在下雨，但是大家都撑着伞来了。然后我们刚刚坐的公交车上就是挤满了人。我们也看到后面这个北野天满宫这个大鸟居，它的那个新年的初詣，新年的初次参拜的这个横幅也已经挂出来了啊，就是这种新年的气象已经洋溢着这整个的集市。废话不多说，我们去看一下吧。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在入口就试喝上了。京都人在这个12月的时候会有那个酿酒的那个酒粕嘛，他们会用这个东西来做干酒。然后刚刚那个店主给我加了一点点生姜，然后非常适合在冬天喝。然后那个酒粕拿回家煮汤也会非常好，京都人很喜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个地方哦，就据说在年末的这一天和年初的那一天是出店的店铺最多的，大概有1000家。我觉得看起来好好吃哦，烤竹笋哎。你看这些就是能买到一些小的酒瓶啊、酒壶啊，就是碗碟啊之类的。有点想要这个大囧的咖喱的广告。哇，这个披头士吗？对，这个会有人想要吗？你看那种专门的卖7味辣椒粉的也能开一个摊子。
而且它是真的一味辣椒粉、7味辣椒粉、中辣的，还有加了柚子的。我特别喜欢那个加了柚子的辣椒粉。这里也是可以淘到一些布的，不是经常有人问我，就是怎么可以在京都买这些布，在这种地方可以淘到很便宜，然后很多的。那个客人在帮这个，在帮店主弄水。这里面还有一大著名，就是有很多卖花的，盆栽也好，或者是插花用的花也好，有很多。然后京都人在新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它写着千两，有没有？很喜欢插在家里面的，因为它的寓意就是寓意着千两黄金，所以大家都会买这个放在家里面。哇，我想買這個插在家裡面。這個他說是正月期間掛在門上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1000円お預かりします。就这个东西哦，就是我要买回家去把它贴在门上，就是一直挂到正月期间。那我刚刚有问他那个红色的东西是什么，它叫南天，写作南方的南，天上的天，就是渡过难关的意思。随着新年的过去，这一年的难事也过去。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去景天满宫的时候，我有说我不知道那个牛是什么吗？我回去做功课了，我现在可以给大家讲，这个牛啊，在所有的这个天满宫的这个系列里面，它是神牛。为什么它是神呢？因为菅原道真他在去世的时候，据说他的遗体是被牛给运回来的。然后他现在的墓地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那个牛停下来不走了，然后他们就决定那个地方成为他的墓地。他们就觉得这个牛是通神性的。还有一种信仰叫抚牛信仰，就是抚摸牛。如果你的身体有哪个部位病痛的话，你就摸那个部位就会变好。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北野天满宫的这个正门前面，它已经写着令和8年开运的马的绘马已经挂在那里了。你看到那个灯笼了吗？就是我们看那个京都的一个神社，它的地位有多高，一般就看它的那个灯笼是什么地方供奉的。那个是京都大名鼎鼎的大丸百货供奉的，就可以感觉这个地方一定是地位很高。北野天满宫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是它这个叫做花水手，它这个洗手处，它会做一些很好看的插画装饰，它有把它做成一个插花作品，这个就是它也把它做成了一个艺术，是很好看的。我背后的这些树啊，全部都是梅花。北野天满宫它非常著名的就是它梅花，它每年从1月份到3月份，它的这整个4月里面大概有50个品种的1500株梅花，所以它可以说是京都赏梅花的圣地之一。那梅花会有一些什么附属的东西出现呢？这个我们先卖个关子，待会儿再说。然后北野天满宫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它1年4季都很美。除了我们刚刚说的1月份到3月份是赏梅的季节，那到了5月6月呢，就是清风的季节，它的红色的小桥跟青色枫树。那更美的秋天大家都知道了，这里也是一个红叶圣地，所以它1年4季都是非常热闹的。你看，我刚刚不是转眼就出现了这个梅花的周边产物，没错，就是梅干。这里写着“天神大人的梅干”，大名鼎鼎的考生必备的考试合格梅干。大家在这里买这个梅干，就是自助贩卖的，看到没有？就是你扔那个1000日元，然后你可以拿到一个就去除灾难的梅干拿回家，吃了它之后，你就可以这一年平安度过。好，那我们在新年的这个时候来北野天满宫，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景象。他们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时候会摘这个青梅，然后呢把青梅晒干，晒干之后用那个盐腌制，然后过了梅雨季节之后呢，再拿出来晒干。晒成梅干之后呢，他们会用这个梅干泡茶喝，就可以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驱邪。はい。
他说这个是一个套装，里面有图书，有筷子，就是新年你用这个筷子吃饭，这个会挂在家里面，这是交通守护和无病无灾的一个助年神。这个也是图书，新年要喝那个图书酒，这个是用温水泡了之后喝，就是元旦的时候来做这个仪式。我今年新年的准备工作就在北野天满宫完成了，虽然这里是学问之神，请求他保佑我什么学问呢？真是什么都有，衣食住行，其实能淘到很多，就是卖和服之类的。我已经看到有好几个外国人就直接买了，就套在身上了，也是蛮有趣的。你看这地方很适合买茶碗，这个已经下雨天真是，然后有点喜欢这个，这是仙鹤，5个1000，我可以只买1个吗？1個500円。他在欺负我，他说5个1000日元，要买1个就500日元。那每次来到北野天满宫旁边呢，有一个很好的老铺的吃茶店。每到北野天满宫的天神事这一天，它一定会开着门。那今天呢，我也带大家去看一下那间在京都已经有着快90年历史的老铺吃茶店。那我们就去喝杯咖啡吧。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的是，我写过一本关于京都咖啡馆的书嘛。但是那是因为我很喜欢喝精品咖啡豆，所以在京都去了很多店。但其实老实说，如果单从氛围上来讲的话，我其实是更喜欢吃茶店的。你知道咖啡馆和吃茶店的区别吗？就是咖啡馆它其实是进入平成之后比较现代的产物，但是吃茶店它可能就是大正时代的、昭和时代的，动辄就是50年前或者是70年前、80年前更古老的一些。那我觉得在这种店里面，它其实更加的有一种时间的痕迹。所以你能感觉到，就是京都的那种古老的氛围、个人的氛围，包括店主的个性，包括它的可能里面很多都是老爷爷、老奶奶在经营。从氛围上来说，我是更喜欢吃茶店的，并且我觉得吃茶店，因为它并没有被标准化，所以它其实有很多店主的那种处世哲学也好，人生哲学也好，包括京都这个城市的哲学也好，我觉得都在吃茶店里面。那个牌子没有写着咖啡，有一个阿拉伯人，就是这一间，它写着西字卡，就是静香，昭和12年创业的吃茶静香。然后因为它不是25号，它是那个天神事嘛，所以它会有25号限定的菜单。他们家的那个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4点，很好，今天没有特别多的人。咖啡的香气，你可以看他们家这个椅子啊，就是非常昭和的。这个氛围会让人想到那个就是电测车厢。实际上他们说这个真的是以前在日本那个国铁里面用的那个天绒布，然后他们家仓库有很多，就经常会把它换成这样。这是他25号限定的那个牛肉咖喱饭的，只在天神事的这一天，所以它跟天神事是搭配的。但是我今天要点他们家的，你看他们家这个写着招牌菜单是著名的水果三明治，然后这个是从前味道的那个松饼，这2个是他们家的名物。但是我要点这个，这2年在社交网络上非常的火，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回事。这家店原来是在仙斗町的一个叫做静香的艺妓开的，据说他开了1年之后就被这家店的1代目的店主给接手过来了，然后重新改修了之后开了这家店。那其实他改修了之后，他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名字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上来了这个招牌的三明治。
非常吃茶店风格的生煎咖啡豆的味道。他们家的咖啡哦，除了是用那个虹吸壶煮的之外嘛，它这个水特别有讲究，据说是用了井水煮的，所以这个井水的新鲜的风味是他们家独具的特色。这个水果三明治也是会根据季节里面的水果会进行变化。现在这个里面有香蕉、橘子、苹果、柿子、草莓、猕猴桃，一共有6种。我觉得这个奶说不好话了，这奶油好甜蜜哦，因为今天是圣诞节嘛，好适合吃奶油哦。然后奶油跟咖啡很搭，而且它这个面包体哦，不是现在的那种面包体，它有一点点那种过去时代，就是稍微有点点硬，又有一点黄油味，蛮幸福的，有一种童年时代的感觉。我估计这个就是静香吧，可能我猜测它就是长这样。我刚才去上厕所的时候，后面还有院子，就是那个东西叫中庭。就是在昭和时代的很多京都的咖啡馆都是有那样的中庭的感觉，就是比起现代咖啡馆以前那种吃茶店更加的有那种你说艺术家氛围也好，或者是他要把室外的自然空间跟室内空间结合起来也好。你知道有个词叫做大正摩登吗？大正的日本人很模仿西方那种摩登，它就是大正摩登的一个表现。如果在京都还有这种中庭的店，基本上我都可以称之为京都遗产。还有一家是有名的静静堂，也有这个。这是家有历史书的有历史手册的吃茶店。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哦，等一下，还有一个，你看这个是不是写着西字嘎的火柴？就是以前人们来这个吃茶店，其实为了喝一杯咖啡、抽一支烟的。所以像老铺的那种吃茶店，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火柴。现在这种东西已经消失不见了。你有听到门上的那个叮叮当当的声音吗？我刚刚在等你的时候，不断的听到有人推门进来，然后人还没有先进来，那个声音已经先传过来了。这个真的就是我心中非常复古的冬天的日剧里面会出现的声音。我觉得用这个声音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的好。好，那我们今天的雨中散步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我是作家库索，也是古丁君旅馆的主理人。我和古丁君旅馆会在京都静候大家的到来，那我们拜拜喽。